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5月23号，星期六。先说一个不大不小的噩耗啊，因为牛津的疫苗宣布失败。那么实验室的猕猴注射以后呢，产生了抗体，但是抗体也没用。声称啊，最快今年9月份就可以投入使用的牛津疫苗，刚刚宣布研发失败。最新的实验结果显示，注射了这个疫苗的有6只猕猴啊，全部都感染了新冠病毒。而当初所有把希望寄托在疫苗上的人们，他们感到了非常震惊。那么牛津大学在本月初曾经表示，6只猴子都在注射了疫苗后产生了抗体。就换句话说，如果你即使注射了疫苗，产生了抗体的猴子，你再接触新冠病毒，依然和没注射疫苗是一样的。6只接种了这种名叫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疫苗的猕猴，在接触新冠病毒后，鼻腔分泌物中病毒含量和没接种疫苗的猴子相同。这意味着这个疫苗没有保护这个猴子受到感染。那么牛津疫苗的研发团队他还公布了所谓的重大进展，就是说他们虽然也发现了它的免疫系统是有所增强，但是这个疫苗研发团队曾经受到了英国政府的巨额的拨款，全球人民啊都寄予厚望，但不幸的是失败了。那么根据 CDC 的这个指示啊，我们所有人现在应该定期的清洗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时候佩戴的布口罩。那么你如果戴上这个棉布做成的口罩呢，比如说你也可以用 T 恤啊，用围巾和手帕来做呢，你应该每天都去清洗。最好呢，你要用这个布口罩啊，或者围巾啊，或者用洗衣机，或者是你要用肥皂或者热水中来清洁口罩。那么然后呢，最好是用这个干衣机啊，用干燥的干衣机来进行烘干，然后再用纸质的口袋把它装好。那么他们建议呢，是你把那个 N95 的口罩留给医务人员使用。那么最近呢，这个政治网站啊，近期我们看见了奥巴马突然蹦出来了啊，近期的民主党和川普的轮番论战啊，他们再次发现上当了，又被这个川普挖了坑。在这种一场注定会被迅速泄露的电话会议里面，奥巴马曾经告诉他的前雇员说，现任的总统是一场绝对混乱的灾难。在一段视频毕业典礼的演讲中，他的措辞略显低调。那么他呢，含蓄相映成趣的是，这个川普呢，他一直是喜欢夸大事实，他一直向全世界宣称有一个事情叫做奥巴马门。那么他称这个奥巴马他的前任非常的无能。当然了，大家都认为即使川普的粉丝也认为川普很粗暴、很好斗，经常令人发指，注意力也不集中。他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理想的总统，但是现在也并不是一个追求理想的时代，所以川普的拥护者充满了双重标准，他们也是玩世不恭。只要川普能随时随地的点名批评他们看不惯的那些机构，比如政党、国会、媒体，只要他无缘无故的冒犯自由派的虔诚，他就是他们在这个特殊时代的伟大领袖。那么他不会心存敬畏。那么人们常说川普的这种政治作风是随着对手的存在而存在的。川普需要更多的人来认定他是敌人。所有送上了门的对手，其实让川普感觉到他从来不缺敌人，不缺对手。那么有的时候问题在于怎么才能判定川普到底做的是好还是不好呢？川普知道在大的流行病期间，那么有足够多的人会说他做的还可以，而批评他做的不好的人越多，
那么站出来说他好的人也越多。那么民主党人啊是川普的死敌，他们认为赶上这场大流行病根本就是川普在走霉运，他的这种迟钝、反复无常会让他倒霉。那民意调查看来好像也支持这一点。根据这个最新的民调显示啊，拜登在正面对决中以50%对39%优势领先川普。如果保持这个优势，川普将会在全国以11个百分点输给拜登。但是目前为止呢，他们还在摇摆州找不到机会，因为摇摆州川普还是有一点点优势。但是可惜的是，民主党人很可能经过这么多次还没有吸取教训。那么当然，当2019年的乌克兰事件以后呢，他们一次都没有发现民众真正对川普感到过失望，即使民调对川普失望。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一旦有人说川普的坏话，就会让一些人认为他是好人。大多数批评者都不具备这种自我克制、心甘情愿的成为川普作秀的主要配角。在过去的几天里啊，川普暗示啊，拜登啊有老年性疾病。虽然川普自己有一些常见的正常的一些微型的心脏病。那么接二连三的指控他人，并不代表了川普对自己信心十足。那么川普呢，有的时候你自己也失去控制，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照他所理解的就是川普叫做什么乱拳打死老师傅，他正在设立一个乱战。但至少你看得出来，他这种乱战的做法还是有点用的。所以在过去这个有一些很大的这个疫情越来越好转的情况下那么无数人呢现在正在开工不开工的上面在折饼，在意见不一致。共和党当政的州他们现在积极推动那蓝州呢，就是民主党的州呢，能拖就拖，搞得钢铁侠马斯克差点和加州政府翻脸。那么有钱就是底气壮，按道理马斯克呢不怕抓，那么最后呢谁赢了呢？马斯克赢了。当然了， WHO 开了个视频会议，那么习总呢又掏了20亿美金出来。当然了，美国这次没挑头，所以什么事也办不了。搞了最后疫情结束了以后呢， WHO 就是说疫情结束后再来调查病毒的来源。那么中国的目的达到了，能拖就拖。这时候呢，孱弱的欧盟一帮左派当政，面对着中国也没有正面应对的胆量。最后谭德赛谭书记还是美滋滋的坐在台上。川普呢，当然了，倒是给 WHO 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信，责令他们30天内要有所整改，不然美国就要退出 WHO， 另起炉灶。这段时间美国除了对华为采取了行动以外，别的没什么大行动，双方其实都在打嘴炮。那么美国呢是蓬佩奥和纳瓦罗，那么川普时不时的说几句狠话。那么中国呢就是央妈人民日报胡锡进不时跳出来帮忙倒忙，比如说要增加核弹，那难道美国是吓大的吗？那么2天前蓬佩奥的调门突然大变了，他突然说中国是从1949年以来一直是被残暴的共产党政权所统治，而美国希望的是通过贸易和接触改变这个政权，以走上民主之路，让他们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贸。但这种希望没有变成现实。新冠疫情加快了美国对中共现实的了解，然后他列举了一系列中共的一系列错误的做法。以前呢，蓬佩奥都指责以疫情来表示中共的信息不透明，没有在源头上堵住病毒等等。这一次居然说中共是一个残暴的政府，相当于已经为中共定性了。那么蓬佩奥作为国务卿，他不是在胡说。那么川普呢，也许现在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赶紧获得连任。那么班农呢，在这个礼拜也是一如既往的接着骂中共，说他们很快就要倒台了。有消息说
他很快就会回到川普身边。那么班农同志呢，他确实有点低估了中共，其实他是对中国的政府认识不足。那么川普这次发了推了，头一次以不屑的口吻来描述，用这个 wacko 和 dope 来表示傻帽的意思。他骂的是谁呢？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国务院的发言人。那么其实川普连什么人都怼，那么看来川普当下至少在他进行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的这个方针呢，还是有些软弱。那么现在美国开始正式对中国在全方位进行打压，从而保护美国现在和未来的利益。好消息是说，美国的新的情报总监终于上任了，以前的太不给力，使美国政府有不少的误判，甚至连病毒从哪儿来的都不知道。那么现在川普要面对着2个大党的挑战，正面他面对的是共产党，背面他面对的是民主党，很不容易啊。那么现在川普认为最直接的做法就是从经济上打击中国政府。前段时间酝酿的中概股退市又前进了一步，参议院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直接针对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要求他们接受会计监督委员会的公开审查。目前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不受和美国企业相同的投资人保护规范和会计标准的约束，说简单点就是看不到他们原始账本，所以他们做假账美国也不知道，所以才爆出了这段时间的瑞幸咖啡作假。同时美国还要求中概股证明自己是非政府拥有或者不受政府控制，这对中国公司太难了。目前有156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那么如果无法证明，他们就要被勒令退市。美国可是他们的一个这个聚宝盆是他们的吸金的盆这个法案其实呢是由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共同提出的。那么这次呢，会不会呢民主党要以这个英雄法案呢来进行交换呢？我们拭目以待。那么下一个呢，吸金盆就是香港股市了。蓬佩奥现在说，美国国会正在评估香港是不是还得自由运作。那么中国政府刚出来的港区安全法无疑是一个重磅事件，它直接会影响国会对于香港的评估那么要是这样的话，中国公司和中国共产党将会很难获得美元了，那么直接会影响他们的对外贸易。那么世界上毕竟多数国家并不愿意和你用人民币结算，这是个大王炸。小王炸呢，就是又出现了这个蓬佩奥高调祝贺蔡英文连任台湾总统，支持台湾重返国际舞台，并开始卖台湾军火，毫不顾忌。当然美国手里的牌还很多，但真正政治上的大举动也许就要等到川普连任以后了。由于民主党本身也抗议不力，所以他突然在加州民主党的地盘里突然冒出来一个共和党的众议员，那么这样的话，那么很可能有这种风险，在众议院也会失分。那么军事上的事情就更不用说了。那么美国的军舰和飞机永远在中国的大门口溜达来溜达去，没事放一个导弹什么的。面对着美国的王炸，其实中国现在他们做的是2件事。第一呢，他们放病毒呢，那不一定，也不可能，目前为止看太明显。那么有可能呢，他就是用嘴皮子骂。那么我们最近看的这个骂的还少吗？那么他们拼命的骂美国，是不是给中国人民看的呢？还是他们心目中确实恨美国呢？那么说到这一点呢，问题来了。如果真的是美国有没有这个决心想把中国的政府赶下台呢？目前为止不好说。作为我们吃瓜群众，只能看看热闹。我们知道美国政府现在彻头彻尾的认识到，过去40年的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一切推倒重来
从零开始。那么到底美国有多少所谓的灭共的决心呢？我是不看好的，因为美国永远在看人民怎么样。理论上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如果人民是这样的人民，美国不需要冒险把自己的子弟去为其他国家创造民主。那么瑞幸造假案呢，现在有5大焦点啊。这个现在问题是啊，今天又看了一下瑞幸啊，就剩1块多钱了。你要知道，3-4个月前瑞幸可还是51块钱一股呢。这看样子市场是真的把它抛弃了。那么在5月19号的时候，瑞幸咖啡它在5月15号确实收到了美国 SEC 的上市资格委员会的书面通知，要求把他们摘牌，然后他们呢赶紧就请求能否上诉，能否进行公听。那么在公听会结果发布之前，那么这个瑞幸咖啡的股票还可以在市场上，但是有什么意义呢？你曾经在1月份的时候还是50美金，现在就剩下1.4块了。你待在上面和不待在上面有什么区别吗？虽然中间他们揭发说公司的运营官是刘健啊，牵涉22亿的交易额是伪造的，那么所谓的自曝也是奇葩。在美国造假公司的历史上，很少有公司自曝，往往是被举报，或者是被调查出来的，或者是最后有卧底。那么这种自曝，那么是不是帮人顶缸呢？那么有谁相信只有公司的 CEO 在造假， CEO 不知道，董事长不清楚呢？那么现在财务造假案呢，后续的索赔呢会接踵而来。目前为止看啊，索赔的总额很可能达到112亿美元。那么现在呢，有5大法律焦点啊，就是以我们的这个思路来考虑啊。据说啊，这个退市令的啊，在这个退市这个令的情况下，这个瑞幸咖啡它会不会被强制退市呢？虽然我们知道纳斯达克是非常的非常宽松的。他给你一个相对很长的时间，让你能在上面进行挣扎，但是最终呢，它有很多的一些硬性的这个条件的要求。那么其实呢，那个退市不退市呢，其实是不会影响到对于瑞幸咖啡涉及的财务造假案的索赔的。所以焦点问题一是纳斯达克交易所决定将瑞幸咖啡摘牌，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公司将被强制的退市？实际上呢，有可能这个瑞幸可能因为财务欺诈而被强制退市。那么由于是否同意上市和退市本身就是交易所自己的决策，所以瑞幸咖啡下一步的这个措施应该是进行这个听证。那么现在呢，如果在退市方面的有关程序是包括，如果是不论是纽约交易所还是纳斯达克市场，都有自己的上市规则，也有自己的退市规则。那么其实在退市规则的时候，有一些主观退市规则，比如说你的公司的经营怎么样啊，有没有造假啊，有没有牵扯到刑事案啊。那么有一些被动的规则，就包括你的一定要保证啊，这股价是1块钱以上啊，必须一定要这个1个月里至少待在这1块钱以上，待多少天，这是有些客观的标准要求的。所以这2个标准要求，当然同时你还得要付很多的钱，做一些成本，维护成本。所以其实它这个公司其实待在上面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那么我的建议其实还是赶紧的下市算了。你就1块多钱了，在上面晃，还幻想着能够哪天会回来吗？那么现在手里捏着股票的谁来去买呢？而且买完了以后你还要拉抬啊，你还让价格涨起来啊，这种可能性几乎是0。特别是在美国，如果一旦出现了你这个所谓的叫做人品问题，所谓的这个信用问题，几乎就已经铁板钉钉了。你的棺材上钉了最后一个钉子，你怎么去辩解已经没用了，除非你脱胎换骨，又找个马甲穿上，换另外一间公司。那么这种所谓这个因为这个保持这1块钱，你能待多久啊？目前为止是这个唯一的一个底线了。如果你连1块钱都待不住，并且你在未来的30天到90天内变成了几毛钱，那肯定是要下市的，这是硬指标啊。
所以很可惜的是啊，瑞幸咖啡要去上诉，几乎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当你当初在进行反击的时候，应该在第一时间由浑水公司出报告的时候你就去反击，但是浑水公司也不是吃素的，人家在准备的时候都已经一步一步的跟下棋一样的设计好了，你出 A 他就出 B， 你出第一步他出第二步，你出第三步他出第四步，他就知道设了很多套，让你无法自圆其说。你先解释一个答案，然后他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你再用另外一个答案再覆盖前面的答案，最终你就会露马脚。你一旦露马脚，你的诚信就出现问题了。那么最终的结果，瑞幸咖啡实际上是这前途堪忧。同时，不光它的前途堪忧，还顺带脚的把华尔街上辛辛苦苦上市圈钱的150多家中国公司全都连累了。那么这些公司全部都要被华尔街的所有股东和管理部门打着放大镜，那么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的去检查，这实在是划不来啊。那么它实际上这个瑞幸咖啡是祸害了整个的中国概念股，最终导致美国国会神速的批准了这个控制中国概念股的法案。那么其实啊，那么纳斯达克啊，如果不同意瑞幸咖啡要待在市场上的请求的话呢，那么瑞幸本身是没有起诉的可能性的，因为同意不同意本身就属于自律性的监管措施。那么第二个问题，如果公司要退市，那么是不是会影响到财务造假案的索赔呢？其实是不影响的。那么特别是在美国啊，如果你出现了财务造假，那么美国的律师呢有一个非常规矩的，大家发动股东嘛，所有的股东都抱在一块儿了，一起来告这个公司。所以我们经常有时会收到各种各样的律师的这个股东信，他告诉你说某年某月某日啊，哪怕你拥有了这股票一天，你在这一天内你曾经拿了这股票，而这段时间内就是这个股票出问题的时间，公司出现了这个造假或者有责任的时间，那么你就有资格在这个时间内去索赔。所以它往往能拉起了好几万人、好几十万人的队伍，那么以此进行天价的索赔。那么这是非常普通的事情，但是对于瑞幸咖啡能不能负担得起，这我是值得怀疑。因为大不了那瑞幸咖啡应该是进行破产清理，那么他们的这个罪犯始作俑者很可能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因为你是属于故意的虚假陈述，误导股东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很痛心啊，看到中国的公司辛辛苦苦在中国创业，不管你是怎么美化中国的账面上的各种数字，怎么样做得非常的好看，然后怎么样糊弄住了中国的会计师，然后怎么样又糊弄住了美国的这个路演的和帮你上市的这种高盛啊这种发行公司，然后怎么样辛辛苦苦的交了各种昂贵的上市费用，然后终于在纳斯达克或者纽约股市上一露头，那你的人生好像就一帆风顺，盖满了鲜花。那实际上并不是，因为你的人生，你的公司的人生刚刚开始，那么你每一分每一秒已经变成了华尔街所有的这种做空公司的猎物。那么对于瑞幸公司来说，它的索赔额肯定要超过了122亿美元。那么目前为止有240家机构持有这个瑞幸咖啡，那么机构的持股比例占到34.43%，里面也包括了高盛摩根士丹利啦，还有瑞信啦，还有巴克莱等等知名的机构。所以目前为止索赔的金额很难估计。那么其实它不光索赔，而且还可能牵扯到一些惩罚性的赔偿。所以这个律师是建议所有的受损害的，包括在美国纽约受损害的各种各样的股东买了只要你买过瑞幸公司的股票，在这次从51块钱变成了1块5的情况
受到损失，你就要加入索赔的战团，这也是我鼓励大家做的事情。那么大家请站起来，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虽然中国的公司不一定都造假，那么其他国家的公司也造假，特别是美国本土的公司一造就造一个天大的假，你会把所有的人吓坏了。堂堂的一个巨大的公司，像安然一样，像世聪一样，突然就倒地，然后他的总裁跑出来说我所有的数字都是造假的。那么这就是在华尔街投资股票的风险，这种风险还不是一个生意运作的风险，而是一个伪造的风险。那么我真的希望中国的公司和未来要来美国上市的公司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审计好，把自己的账本做清楚，不要走捷径，不要去伪造。因为有了这个法案以后，你的主管人会有刑事责任的。派 TV， 我们明天见，欢迎订阅。